王建国，你个废物，带着那老不死的滚吧！小舅子指着我的鼻子，笑得无比猖狂。我用身体护着轮椅上奄奄一息的岳父，看着那扇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我当了8年上门女婿，任劳任怨，换来的却是被至亲扫地出门。就在我走投无路，准备认命的时候，一通来自市拆迁办的电话，却让我知道，我那瘫在床上的岳父，居然早已为我留下了一个逆天改命的局。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叫王建国，今年45，是个教了20年书的历史老师。8年前，妻子肺癌走了，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只求我一件事，照顾好他瘫在床上的爹。我点了头，这一照顾就是8年。我辞了职，成了个专职的女婿，街坊邻居都说我傻，说我一个大男人何苦守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把自己给耽误了。可我心里清楚，我守着的不只是岳父，更是对我亡妻最后的承诺。我记得那天下午，天闷得像个蒸笼，一丝风都没有，屋里弥漫着一股常年不见阳光和草药混合的味道。我早就习惯了。我正拿着温毛巾，仔细擦拭着岳父张大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他瘫了8年，肌肉都萎缩了，伺候起来必须格外小心。就在这时，老旧的木门被砰砰砰的雷的山响。他拉着拖鞋去开门，门口站着2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卷红头文件。请问是户主张大海家吗？我们是街道拆迁办的，这是房屋征收告知书，你们这片要拆了。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纸像一道惊雷在我眼前炸开，我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不是发财了，而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岳父的病，这笔钱能送他去全省最好的康复中心了，我亡妻的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我还没从激动中回过神来，一个熟悉又刺耳的声音就从院门口传了进来：拆迁，我们家要拆迁了。是小舅子张伟，他一身酒气，头发油得发亮，挤开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冲了进来，那双小眼睛里闪着的全是贪婪的光。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一把抢过那张告知书。当看到补偿款后面那一长串的零时，他激动的脸都涨红了。发了，发了，我们老张家这是要发了！他嚷嚷着，转过头来，才终于正眼瞧我，捏着鼻子，一脸的鄙夷。哟，姐夫，还擦呢？别费那劲了，这破房子马上变金山了。你闻到钱味了没？我没理他，继续低头给岳父擦着手，平静地说：爸需要安静。小舅子嗤笑一声，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王建国，这8年辛苦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个外姓人，要不是我们家收留你，你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呢。这样吧，这笔钱下来，我做主，给你包个5万块的大红包，不少了，够你回老家盖个新房，风风光光的再娶一个了。他的话像一根根淬了毒的针，扎在我心上。我停下手里的活，缓缓抬起头，看着他：小舅子，这钱是爸的救命钱，我答应过你姐，要让爸的下半辈子活得有尊严。小舅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随即变得狰狞。我姐，你少拿我姐说事，我是她亲儿子，这钱理所应当是我的。你一个上门女婿，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钱？我们俩正僵持着，床上一直毫无动静的岳父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嘶哑的喝声。我赶紧回头，只见岳父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透出一股焦急和愤怒。小舅子却不耐烦地挥挥手：一个摊子
还能怎么样？王建国，我把话放这儿，这钱你一分都别想动。说完，他把那张告知书往怀里一揣，骂骂咧咧地走了。屋里又恢复了死寂。我给岳父盖好被子，坐在床边，心里堵得发慌。我知道一场争夺家产的风暴就要来了，而我无依无靠，拿什么去跟他的亲生儿子斗？我正感到一阵无力，却突然发现岳父的眼神不对劲，他不再看我，也不再看天花板，而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目光死死地定在床头柜上。那上面只有一个常年积灰的旧木盒子，还上着一把小小的铜锁。我心中猛地一动，岳父这是想告诉我什么？那个上了锁的木盒子，在昏暗的光线下，仿佛成了我唯一的希望。自从那天起，那个上了锁的旧木盒就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疙瘩。我试着用铁丝捅过，也试着用小刀撬过，但那把小小的铜锁出奇的结实，怎么也打不开。我知道不能用蛮力，这盒子里装着的是岳父最后的指望，也是我唯一的念想。我旁敲侧击地问过一次小舅子，那天他来看岳父，其实就是来盯着这栋老房子，生怕我给变没了。我给他倒了杯水，状似无意地提起把床头那个木盒子。我记得以前你姐挺宝贝的，说里面有你们家老照片，要是在你那儿吗？我想找找看有没有你姐小时候的相片，给爸姐姐们。小舅子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立刻警惕地看着我。什么盒子？我不知道，老照片早没了，你别瞎翻我爸的东西。他矢口否认，那眼神就像是护着食的狼狗，让我心里愈发肯定，这盒子里一定有事。就这么过了几天，小舅子一反常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在外面馆子里摆一桌，请我吃饭，还说请了几个家里的长辈，什么二叔、三姑，都是我那亡妻的亲戚。这8年来，这些人对我都是不冷不热，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没有。现在突然要请我吃饭，我心里明镜似的，这哪是吃饭，这是要摆一场鸿门宴啊！但我还是去了，我得去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样。饭店的包厢里乌烟瘴气，小舅子和那几个亲戚已经喝上了，见我进来，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小舅子给我满上一杯白酒，皮笑肉不笑地说：“姐夫，来晚了啊，该罚酒。”我没动那杯酒，给自己倒了杯茶水。家里离不开人，让大家久等了。那个被称为二叔的胖老头开了枪，一股子长辈的腔调：“建国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些话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开了。张伟是我们老张家唯一的根，这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拆迁款自然是要留给他的。”我老婆的三姑也立马接上话：“就是你一个女婿，总归是外人，这8年你照顾大哥是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到时候让张伟多给你点辛苦费，也算对得起你了。”一唱一和，说的那么理所当然。我捏着茶杯，感觉那点温热都快要被这满屋子的人情冷漠给冻住了。小舅子见有人撑腰，更是得意，他拍着胸脯说：“二叔三姑说得对，我姐要是还活着，肯定也希望这笔钱留给我们张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姐夫，你是个文化人，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我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我环视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了小舅子的脸上，语气不快，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小舅子，你总提你姐，那我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长辈，你们还记不记得8年前我岳父刚倒下，急需一笔钱做手术，不然就彻底瘫了。我顿了顿，继续说：“那时候
你姐哭着求遍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借点钱。结果呢？我看向二叔，二叔，你说你刚买了理财，钱动不了。我又看向三姑，三姑，你说你儿子要结婚，手头紧。最后，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小舅子身上。而你，我老婆的亲弟弟，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那笔钱要留着跟朋友合伙做生意，那是你的本钱，一分都不能动。现在这几百万的拆迁款，你倒记起是你爸的了，你倒记起有血脉亲情了。我这一番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包厢里每一个人的脸上。小舅子的脸瞬间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他想发作，却找不到一句话来反驳，因为我说的全都是事实。那几个亲戚也都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我，尴尬地端起酒杯喝酒。那顿饭最终不欢而散。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虽然在饭桌上，我用几句话让他们哑口无言，但我心里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我只感到一阵刺骨的孤立。原来在金钱面前，我这8年日日夜夜的付出，真的就只值一句辛苦了。他们整个家族都默契地把我当成了一个需要打发的外人。我攥紧了拳头，脚步走得更快了。我不能输，我输不起，我输了就等于让我那躺在床上的岳父任由他们宰割。我更加确信，那个旧木盒一定藏着能扭转这一切的关键。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开它。鸿门宴上撕破脸之后，小舅子彻底没了耐心，他不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试探，开始明火执仗地抢了。从那天起，我们家那扇破旧的木门就再没清静过。他隔3差5就带着拆迁办的人上门，不是来量尺寸，就是来核对信息。每一次，他都当着我的面，以户主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自居，大包大揽地跟工作人员谈条件、签文件。我像一个透明人，被晾在一旁。我试图跟工作人员解释，岳父还有我这个女婿在照顾，但他们只是公式化地回答我，户主是张大海，他的亲生儿子在这里，他们只认亲儿子。我明白，在他们眼里，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婿确实无权干涉。那天，小舅子又带着人来了，这次是商谈具体的补偿方案。他把人领到岳父的床前，指着床上毫无知觉的老人，唾沫横飞地吹嘘着：“各位领导，你们放心，我爸就我这一个儿子，这笔钱下来，我第一时间就给我爸找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护工。我这人最孝顺了，绝不会让我爸晚年受一点委屈。”他说的慷慨激昂，仿佛自己真是个24孝的好儿子。我站在门口，只觉得一阵反胃。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床上一只如枯木般的岳父，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嘶吼，像是有一口浓痰堵住了嗓子，想咳又咳不出来，整张脸都憋得通红。我大惊失色，赶紧冲过去给他顺气，而小舅子和那几个工作人员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我一边给岳父抚着胸口，一边抬起头，却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岳父那双常年浑浊无神的眼睛，此刻竟然死死地瞪着他的亲生儿子，那眼神里没有父子之情，只有无尽的愤怒和失望。2行浑浊的老泪顺着他干枯的眼角滑落下来，没入斑白的鬓角。屋里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几个工作人员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小舅子愣了几秒，随即脸上挂不住了，冲我吼道：“王建国，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给我爸拍拍？是不是你又给他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身上。我没有理他，只是轻声安抚着岳父。等岳父的情绪稍微平复下来，工作人员找了个借口，匆匆告辞了。人一走，小舅子立刻原形毕露。他走到我面前，一把将我推开。你刚才都看到了吧？爸他不同意你这么做。我指着岳父眼角的泪痕，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小舅子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我看到什么了？我只看到一个摊子在抽风。王建国，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连一个摊子的屁你都当圣旨。我告诉你，我才是他儿子，这房子、这钱都是我的，你什么都不是。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捅进了我心里最无力的地方。是啊，我看到了又如何？岳父流泪了，愤怒了，又能怎样？他不能说，不能写，甚至不能动一动手指。他的愤怒，他的意愿，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抽风。我空有岳父的授意，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那种无力感几乎要将我吞噬。我守着一个说不出话的证人，对抗着一个丧尽天良的强盗。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绝望的斗争吗？小舅子见我无话可说，得意地冷笑一声。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识相的就把这份财产自愿放弃协议书签了。我还能念着我姐的情，让你在这里多住几天，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看着那份协议书上刺眼的标题，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我当然没有签那份狗屁协议，我把它撕了，扔在小舅子的脸上。你想动吧，先从我身上跨过去。那天，我第一次对他吼出了声。小舅子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撂下一句：“你给我等着！”然后摔门而去。从那天起，我更加拼命地想打开那个木盒子。我不敢再找小舅子，只能自己想办法。我突然想起了住在隔壁的李大爷，他是我岳父的老战友，两人几十年的交情。我去问李大爷，知不知道岳父有没有备用钥匙？李大爷听我说了最近发生的事，气得直拍大腿。他想了半天，一拍脑袋说：“他想起来了，好多年前，我岳父确实交给他一把小铜钥匙，说是家里一个重要盒子的备用钥匙，怕自己哪天糊涂了找不到。”李大爷颤颤巍巍地从他家一个旧饼干盒里翻出了那把已经生了铜锈的钥匙。我拿着钥匙的手都在发抖。回到家，我关上门，用那把钥匙插进了锁孔，咔嗒一声轻响，锁开了。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掀开了盒盖。盒子里没有老照片，也没有金银首饰，只有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和一个牛皮纸信封。我展开信纸，第一行字就让我如遭雷击。那是岳父的笔迹，苍劲有力，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3个大字：遗嘱。遗嘱是岳父在5年前身体刚刚出现中风迹象时写的，内容很简单，他名下所有财产，包括这栋老宅，在他100年之后，全部由他的女婿，也就是我王建国一人继承。他还写明了原因：儿子不孝，难担重任，唯有女婿情深义重，能托付后事。在遗嘱的最后，他还附上了一张当年找律师咨询的收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我拿着那几张纸，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原来岳父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而是看得太透了。我攥着这份遗嘱，就像攥住了救命稻草。有了它，我就有了跟小舅子斗争的底气。我小心翼翼地把遗嘱收好，准备第2天一早
就去找律师咨询这份遗嘱的法律效力。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然而，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人性的无耻。我以为我等来的是黎明，却没想到那只是深渊前最后的霞光。当天晚上，天色骤变，狂风呼啸，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发疯似的。半夜里，我被一阵剧烈的踹门声惊醒，没等我反应过来，房门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踹开了。小舅子带着3个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满身酒气地冲了进来。王建国，你他妈的敢背着我搞小动作！他双眼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直奔床头柜，一把抢过那个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木盒子。他翻出里面的遗嘱，扫了一眼，然后当着我的面狞笑着将它撕成了碎片。遗嘱？老子让你有遗嘱！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刚从拆迁办拿了第1笔安置费，老子才是户主代理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把纸屑狠狠地摔在我脸上，我彻底懵了，我唯一的希望就这么被他撕碎了。他还不解气，指着我和床上的岳父，对那几个混混吼道：“把他们俩给我扔出去！”那几个人如狼似虎地冲上来，架起我的胳膊，另外2个人则粗暴地把岳父连人带背地抱起来，扔进了院子里的轮椅上。我所有的东西，衣服、书籍、生活用品，全都被他们像垃圾一样扔进了院子里的泥水里。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我被他们推搡着推出了我生活了8年的家。我回头，只看到小舅子站在门口，打着一把伞，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那扇我每天擦拭的木门，在我面前被砰的一声重重关上，雨水顺着我的头发、脸颊，冰冷地流进我的脖子里。我用尽全身力气，脱下身上的外套，盖在轮椅上被褥单薄的岳父身上。王建国，你不是有骨气吗？继续啊！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带着这个老不死的，滚吧！小舅子尖利的嘲笑声隔着雨幕穿透而来，字字诛心。我推着轮椅，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岳父的身体在雨中越来越凉，我的心也跟着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我抬头望着漆黑如墨的夜空，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我满是雨水的脸。那一刻，我走投无路，心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我不知道在那个雨夜里走了多久，我的腿脚已经麻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冷得像一块冰。怀里的岳父身体也越来越凉，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都变得微弱了。就在我以为我们爷俩就要冻死在这条无人的小巷里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了我脸上。建国，是建国吗？是李大爷。他打着伞，披着雨衣，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的模样，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畜生，那个畜生啊！李大爷一边骂着，一边帮我把轮椅推进了他家。他老伴赶紧拿出干净的衣服给我换上，又熬了滚烫的姜汤。我顾不上自己，先给岳父擦干了身体，换上李大爷的干衣服，用好几床被子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忙完这一切，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端着姜汤碗的手抖得不成样子。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绝望像一张大网，把我牢牢罩住。我唯一的证据被撕了，小舅子拿到了安置费，我和岳父被赶出了家门。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天亮了，雨也停了，我看着窗外被雨水洗过的天空，心里一片死灰。我决定认命了，钱不钱的已经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把岳父安顿好，给他看病。我准备出门去跟几个以前关系好的老同事借点钱，
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就在我穿上鞋，准备开门的时候，我那部被雨水泡过的旧手机突然嗡嗡地震动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我本不想接，但鬼使神差的，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你好。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冷静而公式化的声音：喂，请问是王建国先生吗？我是。你好，这里是市拆迁办公室，关于户主张大海先生名下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事宜，需要跟您核实一个情况。我们办公室今天一早收到一份由市公证处直接发来的具备最高法律效力的财产赠与公证书。我脑子嗡的一声，没反应过来，什么公证书？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丝毫波澜，继续说道：这份公证书上明确指出，张大海先生自愿将他名下所有拆迁补偿款项全部赠与给您，王建国先生，您是该笔款项的唯一合法受益人。根据公证优先原则，目前该笔款项已经全部冻结，包括之前张伟先生以代理人身份支取的部分，也已被紧急止付。请您尽快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来我们办公室办理后续手续。后，我的大脑仿佛被一道真正的惊雷劈中，我拿着手机僵在原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公证书赠与给我，唯一合法受益人，这怎么可能？我慢慢的转过头，看向躺在床上依旧安静沉睡的岳父。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我的脑海，我全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那个木盒子里的遗嘱根本就不是岳父真正的后手，那只是第一道防线，甚至是一个故意让我也让小舅子看到的诱饵。岳父他早就看透了一切，他早就料到一份没有公证的遗嘱根本斗不过他那个无赖儿子。他真正的杀招是瞒着所有人，甚至瞒着我。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李大爷，那个我以为只是帮我找钥匙的老人，或许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比如一位退休的老律师，或者他有亲戚是律师，早就办好了这份不容置疑的具备最高法律效力的公证书。姜还是老的辣啊！我这位不能说不能动的老岳父在病床上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天大的局，就等着他那不孝的儿子得意忘形的自己跳进来。我挂了电话，走到岳父的床前，看着他安详的睡颜，我的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再是绝望和无助的泪，而是劫后余生、拨云见日的泪。我对着岳父深深地鞠了一躬：爸，谢谢您，谢谢您，从没把我当外人。我跟李大爷夫妇道了谢，把岳父托付给他们暂时照看。我换回自己那身半干不湿的衣服，攥着身份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市拆迁办公室。昨夜的狼狈和绝望已经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所取代。拆迁办的接待大厅里人来人往，我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的那位工作人员，他看了我的身份证，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份厚厚的档案袋。王建国先生，您看，这就是我们收到的公证书原件扫描件，以及公证处发来的正式函件。我看着那份文件上鲜红的公证处印章和下方岳父那熟悉的签名，只觉得眼眶发热。这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这是岳父无声的托付，是我这8年付出最沉甸甸的回报。我正准备仔细询问后续的手续，办公室的玻璃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王建国，是小舅子。他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冲了进来，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满是疯狂和不信。
他显然是去银行取钱碰了壁，然后追查到了这里。他一眼就看到了我，还有我面前桌上的文件。是你，一定是你搞的鬼！你伪造文件，你这个骗子！你骗我吧！他冲过来就要抢夺文件，被一旁的工作人员及时拦住。这位先生，请你冷静一点，这里是政府办公部门。小舅子根本不听，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他是个外人，是个上门女婿，我才是亲儿子，这钱凭什么是他的？你们都被他骗了！我爸瘫在床上，话都说不出来，怎么可能去办公证？肯定是伪造的。他声嘶力竭，引得整个大厅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面对他的咆哮，我出奇的平静。经历过昨晚的雨夜，这种程度的撒泼，在我看来已经像一出拙劣的闹剧。我没有跟他争吵，只是对着工作人员礼貌地点了点头。同志，我相信你们会按照正规程序办事。我的平静似乎更激怒了小舅子。王建国，你个王八蛋，你装什么蒜？工作人员显然也对这种无理取闹的场面见得多了。一位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脸色严肃：张伟先生是吧？我们已经核实过了，这份财产赠与公证书是在市公证处由你父亲张大海先生本人在2名公证员和1名律师的见证下亲自办理的。当时你父亲神志清醒，表达明确，所有程序合法合规，全程都有录像存证。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加冰冷。公证书的法律效力高于遗嘱，更不用说你那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代理人身份了。现在王建国先生是这笔拆迁款的唯一合法受益人。如果你再在这里胡搅蛮缠，扰乱办公秩序，我们就只能报警处理了。这番话就像一桶冰水，兜头浇在了小舅子疯狂的火焰上。他愣住了，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报警，录像存证，他那点撒泼打滚的本事，在冰冷的法律条文和证据这2个词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他看着我，眼神里从愤怒慢慢变成了恐惧和不解。他想不通，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头子是怎么布下这个天罗地网的。我不再看他，而是条理清晰地向工作人员咨询后续所有需要办理的手续，从款项解冻到账户设立，再到税务问题，我问得非常仔细。我这个教了半辈子历史的老师，第一次发现，原来逻辑和条理是这么有力量的武器。最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也当着面如死灰的小舅子的面，问了那个中年领导一个问题：领导，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用这笔钱为我岳父成立一个不可撤销的医疗信托基金，由银行和律师共同监管，专款专用，确保他余生的治疗和康复。请问这个手续应该如何办理？当我说出医疗信托基金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小舅子最后的一丝血色也从他脸上褪去了。他明白，我这么做不仅是要用这笔钱救他父亲的命，我更是在用法律筑起一道他永生永世都无法逾越的高墙，彻底断了他对这笔钱最后也是最微末的任何一丝觊觎之心。从拆迁办出来，天光大亮，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觉积压在胸口几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开了。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先去银行和律师事务所，把我刚刚咨询的医疗信托基金想法付诸了行动。当我把所有文件签好字，我知道岳父的后半生稳了，而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去面对那个曾经把我逼入绝境的人。我回到李大爷家没多久，小舅子就找上门来了。
他不再是昨天那副疯牛的样子，也没有了在拆迁办的嚣张。他站在门口，脸色惨白，眼神涣散，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他看到我，嘴唇哆嗦了半天，然后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姐夫，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一边说，一边抬手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打得啪啪作响。姐夫，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该把你和爸赶出去。你念在我姐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次吧。他痛哭流涕，鼻涕眼泪呼了一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我猜拆迁办的人已经通知他，他涉嫌伪造签字、骗取安置费的行为已经被立案调查了。钱没了，房子没了，现在连自由都可能要没了。他才想起来求我。李大爷夫妇看不下去，想上前去拉他，被我抬手拦住了。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我亡妻的亲弟弟，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愤怒，甚至没有了恨，只剩下一丝说不出来的悲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看我久久不说话，哭得更凶了，抱着我的腿不撒手。姐夫，你看我姐都走了，咱们就是最亲的人了，那笔钱你分我一点，不用多，给我一点点就行，让我把眼前的坎儿过了，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他又提起了我老婆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只觉得是一种亵渎。我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旧手机，我没有说话，只是按下了播放键。手机里传出了小舅子那得意洋洋的声音：二叔三姑说得对，我姐要是还活着，肯定也希望这笔钱留给我们张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姐夫，你是个文化人，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这是那天鸿门宴上我悄悄录下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人性险恶，应该留个心眼，没想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场。录音在大厅里回响，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小舅子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的身体僵住了，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看着我。我收起手机，蹲下身与他平视。小舅子，你现在求我，才想起来你姐，你把你亲爹像扔垃圾一样扔在那个雨夜里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你姐？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锥子扎在他的心上。你把那份遗嘱撕碎，嘲笑我连狗都不如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你姐？我看着他瞬间变得毫无血色的脸，继续说道：这笔钱一分一毫都是爸对我的信任，也是对他泉下有知的女儿一个公道，一个交代。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与其跪在这里求我，不如去你爸的病床前，看看那个被你扔在雨里的老人，去真心实意的给他磕个头，认个错，也许他会原谅你。我说完，不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房间。我知道我赢了，不是因为我拿到了钱，而是因为我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守住了岳父对我的那份情谊。后来我配合拆迁办，提供了所有我知道的情况，他们很快就追回了被小舅子提前骗走的那部分安置费。我还联系了我们所属的社区委员会，将他遗弃老人的行为进行了实名通报。我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也告诉他自己，公道或许会迟到，但他永远不会缺席。做了恶，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后来小舅子的事有了结果，他因为涉嫌伪造文件、骗取公共财产被立案调查，那笔被他提前支走的安置费分文不少的被追了回来，再加上社区通报他遗弃老人的行为，他在我们那一片算是彻底抬不起头做人了。我没有再去关注他的生活，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了。我的重心
全都在岳父身上。我用那笔拆迁款，第一时间就把岳父送进了全省最好的康复医院，顶级的专家会诊，独立的 VIP 病房，专业的医疗团队，24小时的全天候看护。我把岳父前半生没能享受到的福，在这后半辈子一点一点全都给他补上。安顿好岳父后，我用剩下的钱，在家乡那条最安静的老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静心书斋。我不再是那个住在岳父家被人指指点点的上门女婿，我也不再是那个为了生计放弃了梦想的中年男人。每天，我整理着书架上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给来往的客人泡上一杯热茶，日子过得平静而踏实。我成了书店的王老板，一个靠自己双手重新赢得尊重和生活的人。转眼半年过去了，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我推着轮椅上的岳父，在医院那片种满了桂花树的花园里，慢慢地走着。经过半年的精心治疗和康复训练，岳父虽然还不能说话，但身体状况好了太多。他的脸色红润，眼神安详，再不是那个躺在床上形如枯槁的老人。暖洋洋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我停下脚步，让岳父的脸正对着太阳，感受着这份久违的暖意。就在这时，我感觉我的手背被轻轻地碰了一下，我低下头，看到岳父正颤巍巍地伸出那只曾经无力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放在轮椅扶手上的手背，一下又一下。他的动作很慢很轻，甚至有些笨拙，但他那双曾经浑浊的眼睛此刻却无比清亮。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欣慰，有认可，有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的托付和慈爱。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那2下轻轻的拍打，比任何千言万语都更有力量。我紧紧地握住他那只干瘦但温暖的手，抬起头，看着金色的阳光。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路走来，有过委屈，有过绝望，但从未放弃过心底的那份善良和坚持。现在我明白了，善良也许会迟到，但它从不会缺席。真正的强大，不是逆来顺受的忍气吞声，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坚守的底线，去守护那些你生命中真正值得守护的人和情谊。公道，它不只在天上看着，更在白纸黑字的律法里，在每一个善良人滚烫的心里。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知道，属于我和岳父的心声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